需要美国做出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个说法有毛病啊！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那美国政府就应该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且断绝与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出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情。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联系，并且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不是要求美国做出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利益的事。我也觉得这句话有问题，空言无补。我会提醒黄华的。还要强调一点，与斯托雷登的谈话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嘛。在谈话之前，南京市委应该与黄华再商量一次。在谈话中，如果斯托雷登的态度是友善的，那黄华也应该采取友善的态度，但是不要表现得过分热情，应当采取庄重和气的态度。至于傅静波提出的斯托雷登愿意继续做大使，和我们办外交事务，并且修改中美商约一事，不要表示拒绝。好的。大使先生，好消息！哦，是黄华要见我吗？没错，您猜对了，但是是以私人的身份。别管什么身份，只要能见面就好。那您看安排在什么时间？越快越好，就安排在明天吧。好，那我马上去安排。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明天下午3点，黄华与司徒雷登在大使馆见面。辛苦了。不辛苦，老板。老板，这么多。嘘。这件事情，我不希望再有第3个人知道。放心，老板，我肯定守口如瓶。情况怎么样？老板，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好。老板，车来了。准备。停止行动！老板，你什么意思啊？我说停止行动，马上撤退！你别忘了，出来之前，毛局长下了死命令。执行我的命令。老板，马上撤退！是。老校长一听说你来啊，本体有多高兴？司徒伯伯，你看，司徒伯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校长，欢迎。上次见面还是在北平吧？是啊，北平军调处。老校长，您的气色不如以前了，身体还好吗？只要能见到你们俩，我身体充满了活力。
亲爱的公主，你父亲还好吗？我父亲很好，谢谢司徒伯伯的关心。这次我来看望您，我父亲还让我转告您说，欢迎司徒伯伯到北平来，让我妈妈给您烧地道的西湖醋鱼吃。离开杭州，我才知道你妈妈烧的西湖醋鱼是最地道的。来，好，这边请。老校长，前些天我们部队的战士误入了这里，听说当时的情况还不太愉快。小事一桩，不用再提。我不希望这种小小的意外影响我们的关系。司徒伯伯，如果说在抗战期间，您勇敢地选择站在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列之中，但是后来，在您担任了美国驻华大使之后，您却选择站在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正是由于您和美国政府的支持，蒋介石才发动了内战，导致无数无辜者的鲜血流淌在了中国大陆之上。令，现在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和我的政府已经意识到过去的很多错误，所以我们希望和你们建立新的关系。老校长，新中国的人民政权即将成立，我们当然愿意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美国要承认新中国，也有几个标准。首先，中国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尊重国家间签订的条约。更重要的是，新政权必须得到人民的完全拥护。老校长，您提到的所谓国家之间签订的条约，如果包括了那些在帝国主义炮舰政策下产生的不平等的条约，那很抱歉，这样的国际惯例我们不可能遵守。至于是否得到了人民的完全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摧枯拉朽、横扫千军的表现，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这是人心所向吗？老校长，既然您表示不愿意干涉中国内政，那就应该劝说美国政府立刻把驻扎在青岛的海军陆战队和军舰全部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美国军队只是为了保护在中国的侨民安全，绝不会参与中国的内战。不是吧？你们早已经参与了。国共内战一爆发，驻青岛的美军就帮助国民党政权运送了大量的武器物资，还把大批的国民党精锐部队运送到东北、华北各地。甚至就在不久之前，人民解放军即将进攻上海之时，美国西太平洋舰队的司令白吉尔还放言，要把青岛的驻军派到上海护侨。至于白吉尔那句话，只是他个人的观点。不过我可以把你们要求撤军的意见转给有关方面。黄华和司徒雷登这次见面还是很有成效的。我们摸清了美国人的底牌，目前他们确实不打算用武力干涉我军南下。青岛解放，驻青岛的海军陆战队撤走，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我觉得可以让黄华跟司徒雷登继续接触。好的，我马上通知黄华。我估计啊，下次见面，司徒雷登会提到对日合约和台湾问题。一定要让黄华正告司徒雷登，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国不应再与这个逃亡政权发生关系，更不应该跟这个非法政府讨论什么对日合约的问题，否则中国人民坚决不答应。老校长，您非常关心中美建交的问题，我们的立场很明确，新中国愿意同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外国政府
尤其是美国政府，必须停止援助与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其实我一直觉得，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消极的。最积极的办法是运用美国自由贸易以及经济上的援助，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我个人的意见，希望以后中共多拿取一些民主开明的人士参加新政府。此言差矣。本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政府人员问题纯系内政，不容外人干涉。对不起，黄，我只是发表一下我个人的意见。黄同学，我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新中国成立之后，是先共产化呢，还是先工业化呢？你这个问题提得不对。中国人民现在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至于以后会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无需外人干涉。黄，对我们来说，中国问题不只是对华政策问题，也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我希望努力使中美关系得到完善解决。如果那样，对美苏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也是一大贡献。美国人这是在给我们念紧箍咒啊！他还说，中共近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迹象，让希望保持中美关系人士感到不安。还说我们对经济方面的言论，似乎会妨碍我们同美国发展贸易。说穿了，美国就是希望与我们交往，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干涉我们的内政，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对新政权进行控制。他对来北平还提出了2点要求。第一，希望我们官方对他发出一个邀请；第二，他想搭乘南京美军的飞机抵达北平。不行，告诉斯图雷登，来北平只能是私人访问。他不是说要到燕京大学去过生日吗？另外啊，他来北平可以挂一辆卧铺车，如果感到不安全，我们派兵护送，但是绝不允许美国飞机在北平机场降落。主席啊，还有一个好消息。哦，说来听听。斯大林撤回了苏联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罗申，并且同意少奇同志秘密放苏。过几天，少奇同志就可以动身了。看来啊，随着3大战役的胜利，全国解放已成定局。斯大林的态度也在转变啊，我们要趁热打铁。来，通知政治局的同志们，马上开一个会，好好研究一下少奇同志访问苏联的事情。好的。给我！
西还说没事？真没事。真是怎么这么不小心啊？云天，走。剑锋同志，剑锋同志，好兄弟，剑锋同志。剑锋同志，多年不见，云天的身手还是不减当年呐。多谢您的夸奖。我记得我初到赣南的时候，你被分配到我身边当侍从。哈，当时好像也是身配2支枪，时刻不离我的左右啊。当时责任重大，我真的是不敢掉以轻心啊。啊，云天，你的事情呢，就算是过去了，我已经跟总统讲好了。啊，不过保密局，你恐怕是回不去了。没关系，今后你就留在我身边吧，跟着我。谢谢，谢谢您大恩大德。从今往后，我海云天愿为剑锋同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了好了好了，哼，咱们之间用不着这么说话。来，到那边去说。你的事情呢，虽然是过去了，但是我坦率地跟你说，总统他老人家还是极其不满意的。最近，司徒雷登和黄华已经会过2次面了。据最新的消息，他近期还准备去北平。去北平，是共产党请他的吗？表面的理由是这样。现在杜鲁门那边已经有放弃我们的意思。如果这次司徒雷登到了北平，会见了周恩来，甚至会见了毛泽东，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会签订一些什么协议。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恐怕我们今后在台湾都待不下去了。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阻止美国和中共的进一步接触。云天啊，你看，我派你去趟美国怎么样？ If you think this money is not enough, I can give you more. “大使先生，毛泽东不是答应您去北平了吗？您还在担忧什么呢？”父，我突然有点后悔。我不知道这趟去北平的后果是有利还是有害。您是担心和毛泽东谈不拢吗？不错，原本我希望通过与中共的会谈，促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调整他们亲苏的共产主义路线。我试着把这种想法通过陈明书先生转达过去，但陈明书先生给我的反馈让我感觉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任何偏离他们的政治路线，以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想法。相反，却表现出一种天真的希望，觉得中国和西方之间，尽管没有政治关系，还可以建立经济关系。用我们中国话说，叫南辕北辙。不错。而且，现在美国国内的舆论也对我们很不利。舆论，51名参议员联名上书总统，要求重新审查中国问题。大使先生，我敢保证，这一定是蒋介石的人在背后捣的鬼啊！你知道，国会里一直有一个势力强大的亲蒋集团，华盛顿不少主流利益集团也与蒋介石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麦卡锡议员公开跳出来，这些势力聚合在一起，对总统调整对华政策会构成很大的压力。那您的这一趟北平之行，我还是先给总统写一份报告，把与中共领导人会面的利与弊分析清楚，由总统来决定吧。Mr. Secretary of State, what are your comments on the congressional hearing? How far does it affect the administratio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Senator McCartney has been repeatedly asking the White House to pursue accountability for the loss of China. What are your views about this? I have said at the hearing that the corrupt and inept Chiang's regime was doomed and hopeless, with or without America's guidance and aid. So I advise all of you not to gather any conclusions on this China issue yet. We wouldn't get a clear picture of the fall of a tree before the dust settles, would we? So please remember that.
Joe McCarthy is a son of a bitch. But his view on the infiltration of communism is very inciting and inflammatory. From now on,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on how we talk to the CPC in any form. Have you read Ambassador Stewart's report? I think it makes a lot of sense. On the advantages, talking to the top members of the CPC is a very daring move indeed. It may boost the liberals and the anti-Soviet sect inside the CPC. It may show America's willingness to change its views on Chinese politics, and possibly a very positive impact in US-China relations for the future. But Ambassador Stewart has also made the disadvantages very clear. First, the criticism from such a move will embarrass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secondly, it'll create misunderstandings amongst the other diplomatic corps of the countries in Nanjing. They'll think the US government has turned its back on them. First, saying we should stand up together to the CPC, and then casting them aside and contacting the CPC directly. And finally, it would greatly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the CPC and Mao himself,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Envoys from foreign governments will start streaming to Peiping to talk to the CPC about setting up diplomatic ties, resulting in the fact that America would lose all control over its allies. Contact Ambassador Stewart. Ask him to suspend his trip to Peiping and to continue closely monitoring the domestic Chines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keep an eye on the CPC's movements.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товарищ Лю Шайци.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господин Шаоци. Долго же вы добирались до Москвы. 谢谢。我刚一踏上莫斯科的土地呀，就能见到你，我感到非常荣幸啊。这是毛主席让我带给你的亲笔信。 他让我向您问好。谢谢，прошу вас。好好。Да. Хорошо, на, разберешься. Товарищ Шаоци, я осведомлен, что вы прибыли ко мне с поручением. Поэтому вы не стесняйтесь и говорите, что вам нужна какая-то помощь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啊，已经处于基本胜利的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要实现民族独立，同时承担起世界和平和民主的重任，平等互惠的与各个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这是我们的外交原则。毛主席还特别强调。 我们并不急于等待那些西方帝国主义的承认，但是像苏联啊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将采取一边倒的政策。Одну сторону, это нас удовлетворяет, это одна сторона. Передайте Мао Цзэдуну, что пускай будет спокойно. Как только у вас сформируется это народ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мы сразу же первые, которые поддержим китайский народ. Но у меня есть к вам одна рекомендация. 什么建议？ Кондов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сейчас фактически парализованы. Поэтому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вам не стоит ждать, пока она сформируется там в Южном Китае. 好的，斯大林同志，您的这个建议呢非常重要。回国以后呢，我们一定会认真的考虑。А еще вопрос займа. Вы просите $100 миллионов. Это 3 года, это 300 миллионов долларов.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т вопрос не подлежит обсуждению. Без проблем. 这可太好了，这笔贷款啊，对于我们来讲，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呐。Да, и еще вопрос о процентах. Мы для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 даем займ под 2%. А вам мы готовы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займ всего лишь под 1%. 1%？ Да. 1%. Потому что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 эт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 одно и то же. Тем более, что у вас очень так много трудностей. Возможно,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ли вам. Поэтому мы немного перед вами виноваты. Так что мы идем вам навстречу. Какие еще вопросы будут? 还有这个军队的问题啊。您知道我们的国家呀，现在只有陆军，还没有空军和海军，而且部队的装备呢，与现代化程度也差得很远。Да. Как я уже объяснял, что со сторон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ы будем оказывать ва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армейскую помощь. Со временем мы вам доставим самое лучшее снаряжение. А также мы поможем вам построить такие заведения, где бы вы могли бы воспитывать свои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谢谢，斯巴塞巴，斯大林同志，非常感谢。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对苏联老大哥给予我们的无私的帮助和支持，表示真诚的感谢。少奇同志这回访苏，受到了苏联方面极高规格的接待。哦，问题谈得怎么样？非常理想。苏联方面不仅答应给予我们经济援助，而且呢，主动提出贷款利率从2%降到1%。斯大林同志很大方啊。不过我个人的意见，贷款利率还是按照他们给东欧国家的标准，保持2%。主席啊，人家贷款恨不得利率越低越好，可是您这样，主动提出提高利率，这恐怕是破天荒第一人了。我毛泽东就喜欢干破天荒的事儿。斯大林同志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中国有句俗话：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呐。是啊，主席，还有一个重要情况，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和联合国司，他们联合提出一个托管台湾的计划。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父亲，到了。
父亲，这就是台北著名的草山。草山，这个名字不好，太不吉利了。请父亲明示。这不就应验了你我父子在此落草为寇了吗？那父亲的意思是？本人终生笃信王阳明的哲学思考。他说过：“学须反己，若图责人，只见别人不是，不见己过。若能反己，就能见到自己的未尽之处嘛。”我戎马生涯半生，在此是该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的未尽之职了。找人，各块石碑，上书阳明山。阳明山？好的，父亲，我记下了。父亲，还有一个事情，日本东京代表团刚才发来了电报，蒙总对台湾的局势现在颇为担忧。麦克阿瑟提议想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暂管。什么叫联合国暂管？我看就是他美国人想托管。用不了几年，台湾就会成为他美国的领土。告诉他，台湾绝不需要联合国托管。父亲，如果我们拒绝了这一提议，那会不会变相的帮了共产党的忙呢？经国，当前的国际形势就如同是一盘复杂的棋局，牵一发而动全身，绝非零和游戏。我拒绝他美国人的托管，并非拒绝他美国人的援助。我会就此事写一篇声明，请驻东京代表团转交给麦克阿瑟。恩来啊，我猜想蒋介石一定会反对联合国托管台湾，但是他对此事发表的声明是一个阴谋，那就是利用反共做筹码，把自己紧紧拴在美国这辆战车上。这样，他就变相的找到了一把保护伞。他在声明第4条中是这样说的：美国绝不考虑承认中共政权，并因本其领导国际之地位与力量，防止他国承认。美国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协助我政府确保台湾，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希望。主席啊，我认为，从战略上讲，美国政府曾经主动向我们示好，那是希望中国不要与苏联结成反美联盟。现在他的希望破灭了，所以他就公开反对我们，这很正常嘛。我准备再发表一篇外交政策的声明，昭示中外，阐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好。我新华社授权发表声明，正告一切对新中国抱有友好或敌意的外国政府，只要愿意断绝和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我们就愿意同他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否则，一切欺压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必将在新的中国大地上碰得头破血流，最后滚出中国了事。奇怪啊，这中共的态度怎么会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呢？纷乱的世界上，我心不走过，变幻的风
为何？唯有那么一天，环球同此两人，云水间响彻我们